冲突背后的情感与需求分析。你为什么又不把房间收干净？我只是有点忙嘛。忙什么？就知道打游戏，你根本不懂我。这样的对话是不是似曾相似呢？冲突在亲子关系中就像一根导火线，一旦点燃，就可能引发一场情绪大爆炸。但冲突真的只有对错之分吗？其实，在这些吵架背后，往往隐藏着未被觉察的情感和需求。今天，我们就来学习如何拆解炸弹，找到问题的根源。15岁的嘉安是一名高中生，他最近迷上了一款手游。每天放学回家，他第一件事就是躲在房间里玩游戏，作业拖到最后1分钟才匆匆完成。妈妈注意到后，忍不住提醒：嘉安，别老玩手机，该做功课了。知道了啦。嘉安头也不抬地回了一句。有一天晚上，妈妈进了嘉安的房间，看到他居然还在玩手机，作业完全没动，妈妈瞬间炸了。你到底有没有一点责任心？这么不自律，还想考好大学吗？嘉安立刻反击：我才刚玩一下，为什么要这么凶？你根本不让我放松。两人越吵越激烈，最后妈妈一怒之下收走了手机，并宣布以后1个月内不准玩游戏。嘉安气得摔门而出，关系瞬间降到冰点。几天后，妈妈发现嘉安闷闷不乐地趴在桌子上，不像往常那样活力满满。他试探性地问：嘉安，你最近怎么了？嘉安迟疑了一会儿，终于忍不住说：其实学校最近的测验太多了，我每天压力都很大，只想玩游戏放松一下，可是你只知道骂我。妈妈顿时愣住了，她一直以为嘉安只是懒散，没想到他其实是在逃避压力，这才让他意识到自己的情绪爆发其实也来自对嘉安未来的担忧。两人坐下来好好聊了一次，妈妈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，每天玩游戏的时间限制在1小时，并和嘉安一起规划学习时间。结果嘉安渐渐找回了学习的节奏，妈妈也学会了用更平和的方式沟通。冲突背后的情感与需求，透过这个故事，我们可以发现，亲子冲突表面上是行为的碰撞，但实质上是情感和需求没有被满足或理解。一、青少年的需求自主与支持。青少年常常希望父母给予更多的自由，但同时又需要支持和认同。当需求未被满足时，他们可能会用叛逆来表达内心的不满。二、父母的需求控制与关心。父母的出发点往往是保护孩子，但表达方式却容易变成控制，让孩子感到被压制。三、情感背后的驱动力。每次冲突都伴随着情感，可能是焦虑、不安或被忽视的感觉。
当我们能看见这些情感，就能更有效地处理冲突。解决策略，如何找到冲突的根源呢？一、停下来，倾听彼此的感受。当冲突发生时，试着先冷静下来，问对方：你现在的感受是什么？像妈妈一开始，如果能多倾听家安的压力来源，或许能避免后面的爆发。二、换位思考，寻找深层需求，用心去理解对方的需求，从而找到平衡点。例如，家安需要放松，妈妈需要孩子好好学习，那么两人就能透过沟通，找到兼顾两者的方案。三、设定双赢的规则，不要用你必须或我说了算的方式，而是一起制定双方都能接受的规则。例如，学习完成后才能玩游戏，并且每天规定游戏时间，这样既能满足自由，也能达到责任心的培养。结语，理解是冲突的终结者。冲突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我们只看到表面，而忽略了背后的情感和需求。当父母学会倾听和尊重，当孩子学会表达和负责，亲子关系就能从对立走向合作。下次当你面对冲突，不妨试试这句话开场：我们来聊聊，你需要什么？我能帮上什么啊？这一句话可能会带来出人意料的转变哟。